阿旺，你轻一点，我疼。嫂子，怎么伤成这样？我本来想去海边捡点海蛎子卖钱，可海滩上的石头刀子似的。你哥死得早，可他留下的5万块钱债还得还。阿旺，都是嫂子没用，害得你跟我一块过苦日子。说什么傻话呢，嫂子？咱是一家人，我哥的债就是我的债，他的妻就是我的。瞎说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以后我会替我哥照顾好你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好了，嫂子，收债的还催得紧，我也去海边看看能不能捡点值钱的东西卖。我送送你。脚好了再动。这几天在家好好歇着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这小子越来越像个男人了。这点小鱼小虾连10块钱都卖不到，再这样下去，别说还债了，连我和嫂子这个月的生活费都成问题。有大货，看这水花，至少是几10斤的大鱼。是鲨鱼，快跑！嫂子还在家等我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这是哪里？你是谁？我乃东海龙女，你是龙国人，你的真龙血脉唤醒了我。作为报答，我便赐你龙族秘术，从此你可在水下自由呼吸，契约海中万千水族，让他们成为你的手下，帮你干活。自由呼吸，契约水族，好强大的力量！就拿这条小鲨鱼试试，完成你的第1次契约。好，以血为媒，契约百寿。成了！我去，这只鲨鱼竟然成了我小弟！大龙虾，谢谢你。还有新的能力，100米之内的海鲜都被我看到了。这是鲨鱼的视野，再加上水下自由呼吸的能力，我跟嫂子一定能靠赶海过上好日子了。小鲨鱼，去把那片海沟里的值钱东西全给小爷扫过来。鲍鱼、海鲈、大真钓，还有条野生老虎斑。好兄弟，你太厉害了！等我把它们带到集市去卖，就真的发财了。这么大的老虎斑还是活的，这品相这块头1几年都没人捕捞到过。这真鲷也太大了吧！乖乖，这得起码有2斤了吧？小伙子，这鲍鱼你在哪抓的？品相也太好了吧！就在附近的海滩处，退潮时岩缝里扣出来的。行，这箱鲍鱼我们饭店买了，80一斤。80？老张你也太抠了吧！小伙子，这箱鲍鱼我出120一斤，还有这几条海螺50一斤，我全要了。老李，你拆我台是吧？我出2000，把你这盆里的货连带那条野生真鲷全包了。2000？你打发叫华子呢？光那条5、6斤重的老虎背都值1000块呢。小伙计，2800，我出3000，你们谁也别跟我抢。3000块，抵得上我和嫂子大半年的生活费了。小伙子，3000块，整个市场没有比我出价高的了，卖不卖？卖，我给你打包。等一下。他的货我全要了。南海集团的沈总，他怎么会来咱们这破海鲜市场？酒店的老总啊！沈老板来了，这下没戏了。这些一口价5000，我全要了。5000块，够我在城里起早贪黑干大半年的了。嫌少，那就5200。还加？成交。付钱，把货装车。你的货很不错，哪片海域抓的？就在外面那片深海滩涂。深海滩涂？那下面暗流和漩涡多得吓人，多危险啊！对呀，
那地方就算是几十年的老渔民都不敢轻易下去。陈家小子不仅去了，还抓了这么多海货出来，太猛了吧！身手不错，货也够顶。再有这种极品海货，直接打这个电话，价格绝对公道。沈老板，以后有极品货，第一个通知你。这才半天时间，就挣了5200，等我多契约几只海族赶海，5万块的债马上就能还清。到时候再把老院子翻修一下，带嫂子好好享受生活。这声音从家里传来的，糟了，嫂子有危险！5万块还不上，就拿身子来抵债吧。放开我！阿旺回来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阿旺，狗屁不是！给我按住他，老子现在就把他办了！不要，阿旺救我！欺负我嫂子，你们找死！欺负我嫂子，你们不要命了！你个穷鬼还拽上了！兄弟们，给我砍了他！快跑，他没有刀！我砍了你！陈旺，你给我等着！5万块你一天还不上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的。嫂子，我回来晚了，他们没伤到你吧？阿旺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嫂子别怕，有我在，以后绝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。嫂子，这钱你拿着。这么多，阿旺，你咋弄来的？咱家是欠着钱，可你也千万别做傻事儿啊！放心吧，嫂子，这是我赶海挣的干净钱。那帮催债的知道了咱家的位置，5万块要一天还不上，咱就一天过不上安稳日子。你在家好好待着，我再去海边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早点把钱凑齐。好，这小子长成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。老伙计，咱分头行动，有什么值钱的海货都给我带回来。什么情况？去看看。好大的海龟，这纹路起码活了上百年，怎么被卡这儿了？听说100年以上的乌龟都有灵性，既然遇见了，就是缘分。我来救你。给我开！这是在感谢我。你想跟我一起赶海，有了龟甲的防御，以后赶海也有了自保的手段。那就让我契约你吧。以血为媒，契约百寿，血契成。成了，这是海龟的视野，我能同步看到他眼睛看到的东西。这是海龟的视野，我能看到他看到的一切。给我再向前爬。还能这样玩？虽然人在海下，我却能看到岸上360度的情况。这是我家。嫂子，这也太不注意了。对啊，把海龟放在木屋附近的浅滩，不仅能替我放哨，还可以远程保护好嫂子了。小鲨鱼，你怎么带了个这玩意儿回来？章鱼虽然好吃，但这么小一只，就算拿去卖也不值钱啊。等等，那是野生梅花参，看这体型、色泽和肉刺的密度，这绝对是生长在深海岩缝极深处，年份超过8年的极品野生梅花参，起码值几万块。苍瑶，我妈手术后气血大飞，医生说急需5年以上的野生老刺参做药引补气血。你爹可是咱江城首富裴栋海，连他动用全省的关系都买不到1株野刺参吗？悬赏都开到了2万块，可收上来的没一件合标准。医生说再等不到，我妈她可能撑不过这个月了。沈总，我手里刚出水了1只极品野生老刺参，你收不收？是5年以上的吗？8年以上。小哥，带上老刺参，马上送到蓝月阁，只要东西是真的，价格你随便开。好嘞。老刺参呢？快给我看看！底足短而粗壮，肉刺尖锐有力，年份绝对在8年以上，我妈有救了。陈先生，这老刺参我要了，我出价3万。3万？就这么一只海参，抵得上普通居民7、8年的收入了。没问题，就按您说的算。拿钱。陈先生，这是3万块现金，请您清点。
不用了，裴总的信誉我信得过。痛快，陈旺，你的野刺参救了我娘的命，以后我裴家就是你在江城最大的靠山。多谢裴总。不还钱，老子就在这沙滩上把你办了！嫂子有危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家里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去一趟。沈小姐，裴总，告辞。在我裴家的地盘上，还有人敢动我裴清幽的贵人，立刻带上你的人跟上去。不管是谁在找陈先生的麻烦，直接动手，死活不论。出了任何事儿，我裴家担着。是。这速度，小骚货，趁你小叔子不在，不如让哥几个享受享受。不要，放开我！阿旺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陈旺那个废物在这儿又能怎样？老子当着他的面也能把你办了！我操！哪儿来的海王八？等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救命！阿旺救我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呸！陈旺，你他妈还真敢回来送死！兄弟们，给砍死他！感觉他们的动作都慢了半拍，这就是深海的威压吗？小心！孙小虎，你他妈干什么吃的？我后面砍他呀！大鱼，救命啊！鲨鱼还有巨龟都在帮他，他根本不是普通渔民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你宠物再多又怎么样？现在这世道，真理在老子手上，去死吧！阿旺，小心！哈哈哈哈！嫂子，你疯了吗？谁让你挡枪的？阿旺，我怕他杀了你。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你他妈再能打，能快得过子弹吗？老子今天就在这儿，当着你的面把这小娘们给办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小娘们儿，不想她死的话，现在就给老子主动爬过来，把衣服脱了！不要！杜彦流，你真的以为你手里有枪就无敌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海龟兄弟，给我上！啊！我的腿！老子崩了你！谁开的枪？连裴家的贵人都敢动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裴家可是江城首富，这小子怎么可能认识裴家的人？陈先生是我们裴总最尊贵的客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他？来人，全部拿下！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是这小子欠我们钱不还，还动手打伤了我的人。钱我一分不少会还你，打你
是因为你们动了我嫂子。陈先生，这钱你先拿着。这不行，我不能白拿你的钱。裴总交代过，你有困难就帮。这钱是我代表裴总借你的，你以后有钱了再还。好，钱我先收了，我会尽快还。5万块连本带利我还清了。行了，陈少，钱我收到了。账是清了，但你带人绑我嫂子，还想对她动手，这笔账我还要跟你算。我的腿！这一腿，就是你碰我嫂子的代价。把这些人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。嫂子，嫂子受惊过度昏厥，引发高热了，好烫。嫂子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叫村医。别走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冷，有点怕，你别走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走。嫂子出了一身大汗，衣服全湿透了，这样闷着，感冒只会更重。嫂子，你出了一身汗，我给你擦一擦吧，不然感冒要加重。好。不能再让嫂子担惊受怕了。欠裴总的钱，欠嫂子的安稳，我都得靠海里的东西加倍挣回来。嫂子，得罪了。衣服被换过了，家里只有阿旺一个人，难道是他帮我换的？他照顾了我一夜吗？嫂子，你醒了？还烧不烧？不烧了。太好了，昨晚快把我吓坏了。嫂子，我哥的债我还了，独眼刘那帮人也被抓了，再也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，以后我们一定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。那今天我去趟市里，你哥走了这么久，户籍上的信息还没改，一直拖着也不是个事儿。你身体刚好，别跑那么远。债还清了，该办的事儿办完，咱以后才能好好过日子。那你带上些钱，买点喜欢的东西。嫂子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要让你过上不用再担惊受怕的幸福日子。你这小子，说话跟大人似的。你去哪儿？裴总喜欢名贵海货，我去海里整点卖的，多挣点钱。小鲨鱼呢？平时我一下水，它就会冲过来接我，今天怎么不在了？小鲨鱼在跟个大章鱼打架。这只八爪鱼的体型竟然比小鲨鱼还要大一整圈！不行，小鲨鱼有危险，我得去救它。畜生，给我松开！这是那个小八爪鱼他爹。这只八爪鱼体型庞大，还带有麻痹毒素，就是遇上成年鲨鱼也能搏杀几招，怪不得小鲨鱼打不过它。不过正好啊，这八爪鱼捕猎能力这么强，柔软的身体还能钻进狭窄的深海洞穴，要是能把它契约，以后找珍贵海鲜就方便多了。龟甲，开！好大的力气，要不是他刚才跟小鲨鱼缠斗那么久，我还真不一定扛得住。累了，那就轮到我的回合了。吃我一拳！我是不小心拿了你孩子的东西，但咱有话好好说，你总不能上来就跟我拼命吧？这样，
我向你保证，你要是跟了我，我保你们2个以后绝不会再受任何生物欺负。你这是同意了？好，以血为媒，契约百寿。血气成。成功了！有了这8爪鱼帮忙，海里的各个角落都能摸遍，绝对能找到更值钱的顶级海鲜。欠裴总的钱，还有嫂子的好日子，全都有着落了。我获得了大8爪鱼的力量和恢复能力，试试。好强！再试试恢复能力。瞬间愈合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以后再也不怕受伤了。这大块头应该生活在更深的海域，那里肯定有更值钱的宝贝。大个子，带路，去你平时住的地方看看。深海越危险的地方，藏着的宝贝肯定就越多。以前我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根本不敢潜太深。但现在，我有一整支海底护卫队。这一带已经是禁行区了，再往前游，谁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。洞穴，好货是不是都在里面？走，我们进去端了它。既然都找到这里了，就没有不进去的道理。深海盐泥，野生鲍鱼，这么多，全是野生的，这量也太多了。这盐粒虽然比不上顶级海参名贵，但这个量再加上这么多野生鲍鱼，少说也能卖个10000把块钱。这样算下来，欠裴总的钱，说不定一笔就能还清。什么东西？是海扇。这么多海扇，这洞穴竟然是海扇的老窝。这群海扇简直比毒蛇还精明，居然还懂得分工包抄和设伏。我们被他们包围了，竟然还打群架！给我干趴他们！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，这岩缝里还在不断钻出海鳗，必须想办法突围。算上新来的3只，这群海鳗已经多达15只了。让你们尝尝现代科技的威力！海扇蜗居深海，最怕强光，这手电筒直接把他们阵型搞乱了。大8爪鱼，放墨汁。现在轮到我的回合了。小鲨鱼往左躲，8爪鱼向我靠拢，扇飞他们。跑光了，都没事就好。这群海鳗刚才就算死伤焚重，也要死死守着高处那块海盐。他们到底在保护什么东西？我去，原来这些海鳗是在守着这个大宝贝吗？这是美乐珠，这么大一颗，颜色还这么正，这得值10万块吧？难怪这群海扇拼了命也要守着这里。原来是有这大宝贝，
收工，上山。裴总，我陈旺，今天刚下海捞到个稀罕货，比上次的海参还要好，您方便长眼吗？真的？我这会儿在裴氏集团工厂，你直接来，我指定给你开高价。陈旺，你看，我办好了，我和你哥也算是正式结束了。那个，我先回去做饭。嫂子已经不再是嫂子了。这就是裴总在的工厂吧？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陈旺那个穷鬼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孙浩，陈旺，当年班里的校草，现在怎么混成这样？你挡着路了。骑个3轮送货，你说你长得帅有用吗？出了社会看的可不是脸，还得是像我这种有头脑、有能力的人才吃香。我可是裴氏集团的经销经理，谁敢说我挡路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不会是来送货的吧？这3轮车里装的是什么小鱼小虾？我找你们小裴总裴青云谈生意。谈生意？找小裴总谈生意？你别吹牛了，这就是小裴总的厂。今天他亲自坐镇，说是有贵客要来。我劝你别在这儿碍眼，待会儿挡了裴总贵客的路，你担不起。我就是小裴总说的那个贵客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你约的小裴总，陈旺，你是不是送货送傻了？首富的女儿跟你一个骑3轮的谈生意，谈什么？谈你那破3轮里的臭鱼烂虾多少钱1斤吗？老同学一场，我也不想看你丢人。这样吧，我在这儿还是有点权限的，厂现在正缺个保安，你来1个月我给你500。你这样打压我，就不怕裴总来了拿你试问吗？拿我试问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滚开！陈旺，你敢打我！保安，保安呢？孙经理，您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放屁！这能有什么误会？他说是小裴总的客人，我们可不敢对小裴总的客人下手啊！谁在厂门口闹事？是裴总，你完了！这穷逼骑个破3轮堵在咱们大门口闹事，我好心劝他走，他还动手打人。是小陈弟弟，你来啦！青云姐，小陈弟弟。小裴总跟陈旺认识，可算来了，路上没累着吧？3轮车速度慢了些，让您久等了。叫什么裴总，多身份，以后就叫我青云姐。青云姐，这位是我高中同学孙浩，热情的很，刚才还邀请我来厂里干保安呢。混账东西，你是看不起保安，还是看不起我裴青源的贵客？裴总误会，真是误会。裴总，他骑个3轮堵门口，我以为是来厂里闹事的。我说我是来找您谈生意的，他非说我是骗子，还动手扯我的货。你还敢扯我的货？立刻给他办理离职手续，以后我们家集团旗下所有产业永不录用。孙先生，请您签字。全完了，进来吧。这野生鲍鱼，壳身个个完整油亮，鲍肉肥厚饱满，现在市面上可是有价无市啊！小陈，这些货起码值个2万块，你之前欠我那钱，咱们算是彻底清了。这些海货是用来还债的，不过还有一样东西是想请您帮我看看。美乐珠，这怎么可能？陈旺，你这美乐珠也太大了吧！给我看看，你看这色泽，不发灰也不发白，这绝对是最优色阶的极品美乐珠。果然是好宝贝，谁能想到这么顶级的美乐珠，居然是我从那群海参的老窝里硬生生捞回来的。小陈，我给你交个底，这颗珠子实在太贵重了，要想卖出它真正的天价，得拿去上拍卖会。我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规矩，既然东西拿来了，就全听您的安排。好，我敢保证，这珠子至少能卖100万。这100万？裴总说少了，这种级别的珍宝上了拍卖台，价格上不封顶。行，那就这定不定了。拍卖会之前，我要是还能捞到什么好东西，咱们一并放上去。好。陈旺，你等一下。沈总，
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先别走，有件重要的事，我想跟你细细聊聊。都这么熟了，叫什么沈总啊？以后叫姐姐。沈姐，有什么事儿我能帮得上忙，我一定帮。是这样的，这次拍卖会肯定会来很多名流，这对我们蓝海集团来说是个绝佳的宣传机会。沈总是希望我在拍卖会之前再多捕捞一些海鲜过来。这次拍卖会规模更大，宴席上如果能多几道稀罕的海味，蓝海的名头就更响了。你放心，报酬我一定高高的给，不会让你白忙活。没问题，沈姐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小陈，你可真是姐姐的福星，姐姐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沈总，我只是个小渔民，您是蓝海的总裁，这公共场合的不太合适。既然弟弟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，但生意咱还要照做哦。拍卖会之前这段时间，你捕捞到什么，直接送过来就行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陈旺，我迟早会得到你。今天去城里谈生意，一切都还顺利吗？这是跟谁谈的生意？怎么身上还有女人的香水味儿？姐姐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今天在裴氏集团跟蓝海的沈总谈合作的时候，不小心沾上的。谈生意能沾上香水味儿，还能把头发都蹭到衣服上。嫂子，你吃醋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嫂子，我吃哪门子的醋？你和我哥之间已经正式结束，你不再是我嫂子了。静兰，抛开世俗的眼光，你对我真的没有一点喜欢吗？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你无赖！你真的是认真的吗？静兰，昨晚什么都没发生，粥快凉了，你赶紧吃，吃完不是还要下骰吗？看来还是要给嫂子多点时间去适应。你就是陈旺，有事儿？你他妈抢了我们的饭碗，还问我有没有事儿？饭碗？今天一早，蓝海集团就来电话，说以后不再收我们船队的货了。除了你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关系户，还能有谁劫了我们的生意？蓝海集团跟谁合作，那是他的商业自由。我靠自己双手赶海，没抢任何人的饭碗。肯定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捡了便宜，还天天一个人往深海里撒，小心哪天被鲨鱼叼走了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想走？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！兄弟们，拉住他！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这帮人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你耍什么花样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刘哥，要不咱还是算了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海是大家的。如果你们再来找我麻烦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刘哥，刚才那小子看我的眼神太吓人了，就像被什么猛兽盯住了一样，我腿都软了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！去，拿上家伙，开船跟上他。咱跟着他海上干嘛？这么大的海，4个人谁查得出来？跟上来了，这堆人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水母这玩意儿虽然战斗力不强，但要是能控制这么一大群，对付那帮普通渔夫，绝对比硬碰硬好用多了。竟然真的成功了！不仅契约了领头的那只，连带着整个水母群都成了我的手下，用来吓唬吓唬上面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绝对够他们喝一壶了。奇怪了，陈旺那小子前下去半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别搁这愣着，都给我下去看看！水母是水母群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啊？好疼！快把这鬼东西弄开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这海里有鬼，快跑啊！这玩意儿还在往上涌，
不行了，顶不住了，我这可不该来，不该来的！让开，都让开！这帮怂包估计这辈子都不敢再下海了。这些水母本身经济价值不高，但我记得这片海域里青蟹常会在水母群周边活动。你们知道青蟹的聚居点吗？走，带我去找青蟹。这么多，这下发财了！兄弟们，上，把他们全部拖出来！这野生大青蟹平时可是稀罕货，现在有了水母群帮忙，简直跟捡钱没两样。这青蟹青绿油亮，一看就是肉质饱满紧实的上等货。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咱们就分分工。老龟，你负责在海里侦查，寻找其他珍贵海鲜的位置，随时向大家汇报。小鲨鱼，你速度最快，攻击最猛，你负责根据老龟的情报去捕猎那些跑得快的大鱼。八爪，你触手多，很灵活，就专门负责去那些狭窄的礁石缝洞里搜寻鲍鱼、海参这类隐蔽的极品货。至于水母群，就跟着我。咱们继续扫荡这片海草区，争取把这底下的青蟹全包圆了。苍瑶，拍卖会没几天了，陈旺确实有本事，可是一个人终究只有2只手。天游，你的意思是，咱们也别给他太大压力，一个人赶海能捉多少东西啊？要凑齐一整桌200人的顶级海鲜宴席，需要的东西可不少。光靠他一个人肯定不行，咱们得想想办法帮他一把。的确，只有一个人的话，好像是有点勉强了。61、62、63，一共63只青蟹，这还只是一天的量，收获满满啊！可是这紫海桶才捞到2只，黑标也就几条，这数量要凑够一整场宴席，还是差太远了。看来光靠这3个兽仆还不够啊，得再多少一些帮手。可惜我每天只能契约1个动物。小鲨鱼，等明天我的契约名额恢复了，我一定给你找个更厉害的新搭档。我去，这个季节鲨鱼群怎么会跑到浅水区来？你是说这头巨鲨就是当初抢走你爹领主地位，把你赶出族群的那条坏人？你要和他决战？以前老渔民讲过的规矩，鲨群的领主之争，别的鲨不能插手。真没想到能亲眼看到这种经典场景啊！小鲨鱼会被他咬死的。小鲨鱼还是打不过吗？一旦输了，鲨群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了吧？10几只鲨鱼，这绝对扛不住，得想想办法。有办法了。青鲨鱼，它的尾鳍根部有旧伤，发力的时候会僵硬。别跟它正面对抗，绕着它游，找准机会再下口。是现在，趁它转身没反应过来，从左侧盲区切进去，直接咬它的尾鳍。加把劲儿！干得漂亮！就是这样，赢了！居然真的赢了！我的小鲨鱼不仅报了仇，还成了整个鲨鱼群的新领主。本来只是想等契约名额恢复了，再给你找个厉害点的搭档，没想到你小子这么争气，直接把整个族群都收编了。有了这支鲨鱼大军做帮手，裴总拍卖会需要的那些顶级海鲜，很快就能凑够了。等等，这是……我连鲨群的视野也能共享，收获满满啊！快去狩猎，看看你们一晚上能抓多少海鲜回来。黑挑海螺、东星鳗，
你们这效率，简直比整支现代化的捕捞船队还要恐怖。离跟沈总交易的时间还早，我得把这些海鲜找个位置存放起来，万一死了不新鲜了，就亏大了。就放这洞穴里吧。这慎夏沈姐的排宴算是彻底不用愁了，把这些东西都卖给她，我就赚翻了。今天就先忙到这儿，你们都辛苦了，在这附近好好歇着，随时在海里待命。至于这些，带回去给敬老好好加个餐，补补身子。怎么有脚印，还通向我家？用海龟的视野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陈旺，你个小鳖孙，别在里面装死，赶紧给老子滚出来！他不在家。不在家？我看他就是做了亏心事，躲在屋里当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了吧？打伤了我们船队的兄弟，还想躲过去？我说了，陈旺不在家，我都说了他不在。又是他们，这次找到我家门前了。静兰，等我，我这就回去。陈旺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在海里暗算我们，现在捉头乌龟是吧？我说了多少遍，陈旺不在家。不在家？你看看老子胳膊上面这些伤，全是陈旺干的好事儿。你看看我这个胳膊被缠成什么样子？他在水里放水母缠住我们，差点没把我们蛰死。我腿上全是。这笔账不算清楚，我们就不走了。让那小子滚出来！给我冲进去搜，把陈旺救出来！找死！静兰，你摔疼没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没事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静涵，站我后面。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按住他！海龟防御，下去！怎么按不动了？就凭你们也想伤我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还是人吗？敢欺负我女人，就拿命来赔吧！快来人啊！有人打人了！陈旺这个外来户不仅抢了咱们村船队的饭碗，现在还要动手打人了！这不是前段时间搬来的陈家小子吗？怎么跟人打起来了？才来村里几天就砸咱们本村人的饭碗，害本村的人，这种人凭什么住咱们村？外来户欺负本地人，这种丧门星就该撵出村去。他哥欠债死了，他把债赖了，现在又来抢我们的饭碗，咱们村容不下这种人。你们胡说什么？我们的债早就还清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害过你们？你们不能不讲理啊！让你们走是大家的意思，赶紧滚蛋！是沈总，沈总来了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沈总，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关于过几天拍卖会宴席的事，有几个细节想找你商量一下。没想到却看到这样的一幕。小刘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你们打算让谁滚？不是呀，沈总，您不能怪我们有怨言啊！我们船队跟你们合作了那么多年，兄弟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就是啊，您现在说终止合作就终止合作，我们这么多好人吃啥喝啥。沈总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小子有什么好？他就一个人能顶我们一个船队。我们船队随便一个晚上都能捞他个3、5倍不止啊！就是一个人再厉害，能在海里捞几只海鲜。周总商量过了，这次拍卖会宴席需要的顶级海鲜数量确实太大，光靠你一个人确实负担太重了。对，沈总您英明，还是用我们船队。沈姐，供货量多当然是好事，但是咱们蓝月阁既然办的是顶级宴席，这吃进宾客肚子里的东西，我看质量更重要吧。就你筐里那点货，去验货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质量。好，海鲈鱼，就这破玩意儿，我们船队一天能捞几百条。大真鲷，哼，也不算什么稀罕货。大青蟹，这玩意儿倒是少见，不过就凭这一只螃蟹，也说明不了什么。我的天，下面篓子下面还有这么多大青蟹。这么多大青蟹，真得有几10只了吧？品相简直是绝了！我赶行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到品质这么好的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沈总的宴席可是邀请了上百人，你是指望让大家都抱着大青蟹啃吗？就是忙活了一晚上就抓到这点东西，拿什么跟我们船队比？谁跟你说我只有这么点东西？昨晚捕捞的货实在太多了，不太好全带回家，我就储存在海里了。既然你今天亲自来了，走，我直接带你去看。装，接着装，东西太多不好带。
我看你是根本就拿不出来吧？有还是没有？到了地方，你们自然就知道了。陈旺，你真的有东西给他们看吗？要是没有，咱们就别逞强了。放心，一切有我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他一个人出海一晚上，还能变出几片海来不成？兄弟们，跟上去！哼，装死你得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风水宝地呢。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小鲨鱼，快带伙计们把这些东西给我捞岸上去！东星斑、紫海胆、海鲈鱼，这些全都是你昨晚一个人暴捞的。如假包换。他妈是一个人一晚上能捉到的量，这网里的货抵得上我们整个船队干一个月的量了。我的老天爷，活了60多岁，没见过这么多好海鲜呢！陈旺，你一个人捞这么多东西，累不累啊？是有点累，跑了10几趟，腿都酸了。回家你给我好好摁摁。小陈，看到这些货，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彻底放下来了。我今天过来，本来是想跟你商量，让你和小刘他们船队合作，增加供货量的事儿。现在看来，完全没这个必要了。这是3万块定金，后续你搞到好货，我蓝海集团照单全收。谢谢沈姐，合作愉快。3万块定金！我的乖乖，光定金就3万，刚才谁他妈瞎了眼，说人家的货不够看的？裴总想升级拍卖会，邀请更多人，你能挣更多钱。沈姐，你说。光有美乐珠不够，拍卖会还缺一件能镇住全场的顶级珍品。青鱼托人找了好几天，还没眉目。交给我吧，沈姐，我明天再去深海里转转，争取给你们找件能镇场子的宝贝。那件宝贝拍卖的金额全归你，中介费分文不收。我们回家。光是定金就挣了3万块，你刚才没看到刘哥那帮人的脸都绿了。你真厉害，静阳，你从刚才一回来就一直在说这个。那人背后嚼舌根，说咱们是丧门星，也不知道以后还会说什么。静阳，你听着，以前别人瞧不起我们，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叫几句。等拍卖会结束，钱更多，我就带你换个地方住。换个地方？去哪儿？你喜欢哪儿咱就去哪儿。镇上、县城、省城住大房子，有空调有暖气，夏天不热，冬天不冷。到时候谁要是再敢欺负你，我就揍他。就你能吹牛。静兰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一定给你幸福的未来。明天还要出海，你早点睡。陈旺，我相信你，有你的未来一定会很幸福。静兰，我一定给你幸福的未来。静郎，我出发了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傻子。你们这些小家伙胃口倒是不小，连这位深海霸主的主意都敢打。回来吧。嚯，是抹香鲸，这可是深海霸主。老渔民说过，顺着抹香鲸的活动轨迹，极有可能找到价值100万的龙岩鲸，得想办法把它契约了。不好，有人偷袭他，是大王乌贼小鲨鱼，上，放咱鲸鱼兄弟解围。这家伙倒是挺高兴啊，这是在感激我。那就来当我小弟吧。哈哈哈哈。血气成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深海座驾了。你知道这片海域哪里有龙涎香吗？沙群，大八爪鱼，跟上！好恐怖的漩涡，一旦被卷进去，甩向暗礁区，十死无生。这龙涎香还真是不好拿，那就是100年龙涎香。沙群听令，逆向螺旋阵，给我撕开这水流。大八爪鱼，钢鞭出手，清理障碍。龙虾香下来了，大家伙送我一程。抓住你了，宝贝儿！该死，是流浪虎鲸群，100年龙神香灵气太浓，把这些海上野马引来了。他们是想杀人夺宝。坏了，我的龙涎香！多谢2位兄弟，一队正面迎敌，2队护住驮着龙涎香的海龟。八爪鱼喷雾遮蔽他的视线。就是现在，咱们冲出去！100年龙涎香，当初那颗美乐竹就能镇住整场拍卖会。这块龙涎香
绝对能让这次拍卖会变成传奇。青云姐，我今天在深海大漩涡里捞到了比美乐珠还要值钱几十倍的好东西。比美乐珠还值钱？什么东西？明天我一早我就带去给您看。好。小陈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么大个盒子，里面到底装的什么绝世宝贝？走，咱们进办公室再说。快打开，让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得嘞。好香，这味道难道是极品龙涎香？果真是龙涎香，通体瓷白如玉，肌理温润，一点海腥气都没有。这是极品中的极品，让我看看，是百年龙涎香。这种品质我只在故宫乾隆档案里见过。这是整块原生未拆分的闭环涡旋天然养香，比馆藏的品质还高。那颗美乐珠在这块龙石香面前只能当个陪衬，必须调整拍卖顺序，把龙石香放在美乐珠之后作为最终压轴，对外绝对保密，只放出风声说有绝世珍宝。我同意，这样富商才会把价喊到天上去，把电台和报社也请来。这场拍卖值得上头条，就这么定了。小陈，等这场拍卖会结束，你的身价就要彻底跃入富豪行列了。那些富豪知道你先后在海里捞到这2样珍品，找你合作的人能踏破你家门口。这些商业上的弯弯绕绕我不懂，全听2位姐姐安排，我只管下海捞货。你只管把东西带来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吧。拍卖龙涎香的地方就是这儿了吧？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不是陈旺吗？孙浩，你来干嘛？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是陈旺吗？怎么着，裴总没给你派辆车，骑3轮来的？你也不嫌丢人现眼？我骑什么车来，跟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，要不是上海我搞丢了工作，我也遇不上我们家宝贝儿呢。现在我吃香的喝辣的，比在那个破厂里当什么经销经理舒服多了。孩子一身泥一身雨的，真狼狈呀！拿着去上楼好好洗洗去。算了吧，我这个人体弱不经压，这种好福气留给你们家小孙吧。你真是不识抬举！不许你侮辱我们家宝贝！宝贝，你离他远点，他就是一个下海捞鱼的，身上细菌多，脏死了！要死啊！你们酒店怎么回事？这种破档次的活动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出现在大门口？让我们这些贵客怎么进去？这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有包场活动，请你离开。我看谁敢赶他走！裴总，他怎么来了？小陈弟弟，怎么淋成这样了？快跟我进去擦擦。裴总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让这个流浪汉进去，不太合适吧？你们嘴里的流浪汉是今天的贵客，更是这场拍卖会的发起人。什么？发起人？就他？裴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保安，送这2位出去，今天的拍卖会不欢迎他们。是。别啊！我家老头子今天专门让我来拍美乐珠的，我不能走啊！宝贝儿，你不是说你是单身，下个月要嫁给我吗？给老娘闭嘴！你个臭不要脸的小白脸，都他妈怪你！裴总，千错万错都是这个小畜生的错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这种事你不该问我。小陈弟弟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的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海鲜够吃了，你不用上桌了。听到没？刚刚说他就是这拍卖会的发起人，应该听错了吧？发起人哪有这么年轻的？各位尝尝，都是鲜货。这肉嫩的，筷子一夹就断，好吃，就是江城最顶级的海鲜宴，味道也不如这个。今晚这桌上的极品海鲜，可全都是陈旺陈先生一个人从深海里亲手捞上来的。裴总，您在开玩笑吧？之前我母亲急需的是高年份野生海参，也是陈先生捞上来的。不瞒各位证明一下，是国海身上今晚2大压轴珍品到最真神秘拍品，同样是陈先生一人从带出来的。什么？美乐珠也是他捞上来的，你小子是有什么特异能力啊？这都能找到？运气？这真的是运气吗？光凭一件美乐珠，我已经妄想子里说它带来运气。您就别卖关子了，快给我们透个底吧。等拍卖会正式开始，大家自然就知道了。各位来宾，3省名流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夜光海螺壳，我出800。1300、2000，成交。珍珠母贝浮雕，我出2000。这红珊瑚盆景不错，大老远跑过来就看这些普通货色，真没意思。外面雨越下越大，早知道就这些我就不来了。等雨下小点我就走，老子现在就走。大家别走，接下来来到本场压轴前一项拍品，也是今夜主题之一。极品美乐珠居然这么大，这成色简直绝了！这就是今晚的第1件压轴珍品——天然极品美乐珠，起拍价10万。
这美乐珠颜色也太正了，不会是这把人工做的仿品没见过了？我感觉有点假了。诸位请看，这是国家级珠宝鉴定中心出具的权威证书，上面清晰证明了这颗美乐珠的焰纹绝对是天然生成，各项编号、房外公章如加价。竞拍开始，我出15万、18万、20万。20万，发财了！这次真的要发大财了！稳住，真正的好货，价格只会越喊越高。好戏才刚开场呢。25万，27万，30万，27万，50万，50万1次，50万2次，5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肖老拍得极品美乐珠。50万，整整50万，属于我跟静兰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50万买下这颗美乐珠，肖老今天手笔不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颗美乐珠的品质确实值这个钱。今晚的压轴究竟是什么，能比这颗极品美乐珠还珍贵？对啊，压轴的还不会是虚张声势吧？比这颗美乐珠还好的东西，全夏国1年能出几件？裴总这次压轴工作做得太好了。诸位，在揭晓答案之前，容我先向大家卖个关子。这2件顶级珍品美乐珠和接下来的压轴之物均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同一个人获得2件珍品，这概率比中彩票还低吧？对啊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这颗美乐珠已经够好了，但要说同一个人同时找到2件珍宝，我看悬。压轴要是压不住场，今晚的拍卖会可就虎头蛇尾了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极品龙麝香。这么大这么白的一块龙散香，绝对不可能是天然的，肯定是合成蜡或者普通精蜡伪造的。没错，非100年天然熟化料，绝对不是。主持人，能否允许我上前仔细查看一番？肖老，您是这方面的权威，当然可以。早年间，我有幸品鉴过旧时皇室留存的白龙眼小样，一眼就能分清真假。普通假蜡块要么毫无香气，要么香精味刺鼻发腻，但这块凑近是柔和的奶香，混着气慢慢散开海风清冽感。只有在大洋环流里漂够100年，慢慢纯化，才能推掉腥气，养出这种温润香气。错不了，肖老可是顶级鉴宝人，他说是真的，那就一定是真的宝。既然肖老已经鉴定为真，拍卖正式开始。极品100年白玉龙线起拍价100万，起拍价就100万，直接超过了美乐珠的成交价。15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 500万、 500万。渤海珍藏馆萧渊萧老出价5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00万1次，500万2次，成交！整整500万，这笔钱我一生一世都花不完了。陈校友，承让了。接下来有请本场拍卖会2件顶级珍品的提供者陈旺先生上台，与萧老先生合影留念。这2件宝贝真是这小子捞的，他看着也就20出头吧？对呀，没想到竟是他一人做到的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年轻人，以后再有这种极品好货，千万记得先给我留着。没问题，肖老喜欢就好。陈先生，请问你在海底中遇到的无人下海宝是真的吗？陈先生，我是省城福满楼的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县城是你们县城海鲜贸易的，还有我是深城做海鲜贸易的，咱们细聊。阿旺，你回来了。静兰，我回来了，我挣很多钱回来了。不管多少，你平安回来就好。静郎，你看，这是我昨天拍卖赚的500万，这么多！静郎，咱们城里买套房吧。城里的房子可不便宜啊，咱现在有钱，绝对够。咱们买套带小院的，安静敞亮，再也不用受着破木屋的苦了。好，2位看房啊，我们这儿是高端别墅区，不接待闲杂人等。要是想吹空调，出门左转有公交站，别在这挡着我们接待贵客。阿王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看看吧？这里的人狗眼看人低。2位，外面天热，先喝口水吧。不管买不买，都是对我们项目的支持。我带2位看房。难怪你实习了3个月，连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。今天再不开端，就卷铺盖滚蛋！别管他。带我们去看事业最好、占地最大的一线临海楼王别墅。还一线临海楼王，装什么大款呢？那套别墅全款要整整50万，你一辈子不吃不喝也见不到这么多钱。小雅带路，合适的话，我今天就全款拿下。我倒要刷卡了，赔我怎么收场？不过我警告你们，一会儿我们集团的裴总裴青云要来视察，要是冲撞了他，我打断你们的狗腿！窗外就是大海，以后住这儿太舒服了。哼，看够了吧？看够了就赶紧走，别耽误我接待真客户。这套房子全款50万，一分不少。裴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2个穷鬼偷偷溜进楼王别墅拍照装逼，我这就叫保安把他们轰出去，免得脏了您的眼。陈先生，静兰姐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们。
裴总，您认识这2个渔民？渔民陈先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是我裴家最尊贵的贵客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对他不敬？您是来看房的，这片别墅区是我们裴氏集团开发的。既然您喜欢这套房子，我送给您。多谢裴总好意。不过，我想用自己赚的钱给静兰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便坚持。但这套房我做给您内部最低价40万。40万！小雅，去拿 POS 机，这笔单子我只跟小雅签。小雅是吧？你做得很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片别墅区的销售主管，这套房的提成全部归你。谢谢陈先生，我一定努力工作。至于他，立刻开除，江城任何一家地产公司敢用他，就不要。饶命啊，陈先生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陈旺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我这辈子还能过上这种日子。静郎，怎么哭了？是不喜欢那套房子吗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，我只是觉得不真实。你哥走得早，还留下一笔还不清的债。静郎，别想那些苦日子了，往后有我在，咱怎么开心就怎么过。你少肉麻了。等房子彻底办妥了，我们就搬出这个村。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新房，彻底扎根落脚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，受旁人闲话委屈了。辛苦你了，这阵子一直忙前忙后，从来没见你歇过。不辛苦，只要咱往后日子安稳舒心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一切都值得。陈旺，今天有件国家级的大事求你。文物局楚老身前对赵队长，哼，小老，你说的绝世高手就是个打鱼的毛头小子。老楚，他可是从深海捞出过百年龙山香的人，捞东西靠的是运气。东沙海域那艘明末沉船，水深240米，赵队长的精锐下了4次，连舱门都没摸到，就差点没命。240米，行，这活我接了。小子，你连要什么深潜设备都不问就敢接？小老，你这是找人来消遣我们？走。老楚，看看这个陈旺捞龙思香的官方水深记录，198米，没有任何潜水设备。198米，只是那块香碰巧在那个深度，不是我的极限。陈老弟，国家文物就全靠你了，最好的打捞船，3天后码头见。陈老弟，陈的精确坐标都在这上面，我们在岸上等你。看完了，全记在脑子里了。小子，那可是240米深的死亡海沟，你不穿抗压潜水服，不带深海供氧机，就拿个破网兜，是去捞国宝还是去自杀？你做不到的事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，在岸上待着吧。楚老，这小子绝对疯了，他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照这倒着写。萧渊推荐的人，我愿意让他试一次。终于到了。你们倒是准时，走，让我们去探一探那沉船。八爪鱼，去把舱口的泥沙清开。这就是让专业深潜队3次都失败的沉船吗？水压确实大得惊人，暗流也比想象中湍急。八爪鱼，把门边的碎石泥沙全部清开。好东西，全装走。宋代极品梅瓶，这玩意儿拿上去，楚老非得疯了不可。抹上镜，给我死死顶住！好险，抹上精，干得漂亮！大老远下潜200多米，光捞这些不能吃不能喝的铁疙瘩，太亏了。来都来了，顺手进点货回本。八爪鱼，去附近看看有什么好货。我操！极品锦绣龙虾，这么大个头，市面上一只最少卖5万，买1送1，发财了！野生东星斑小鲨鱼，今晚给你加鸡腿。活干完了，带人来码头验货吧。
哼，这才过去几个小时，240米深，他绝对是被水压吓破了胆，连沉船的边都没摸到就逃回来了。楚老，我早说过，这种江湖骗子就是浪费资源。宋代极品梅瓶，连一丝磕碰划痕都没有，奇迹！这是夏国考古界的奇迹。这不可能，240米啊！没有减压舱，没有设备，哪怕是顶级潜水器，也不可能把自己捞得这么完好无损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点基本功而已。赵队长，学着点，顺手在海底搞了点下酒菜。极品这么大的个头，你去240米深的死亡海沟，还能顺手进点海鲜？陈老弟，你是夏国文物界的大功臣，打捞费绝不含糊。知怡宝到账500万元。楚老大气，谢了。这几条东星半，楚老帮我带给肖老和周老尝尝鲜，剩下的龙虾我带回家，包在我身上。陈老弟，今晚蓝月阁大酒店，我包了最顶级的包厢，设庆功宴，肖老和几位大老板，全你务必赏光。行，晚上见。陈旺，这么大的锦绣龙虾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别人白送的下酒菜，不要白不要。静兰，赶紧生火，咱们先把这些炖了，晚上我再带你去蓝月娥吃大户。各位，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神人陈旺。今天楚老说，陈老弟没有任何潜水设备，徒手下潜240米，更是还把明末沉船里的极品梅瓶完好无损的带了上来。陈先生，我是珍宝阁的老板，以后您在深海摸到任何古董，我溢价2成全收。陈先生，我出3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您务必收下。各位，这是陈老弟从200多米深海顺手抓上的极品锦绣龙虾。极品太鲜了，肉质紧实弹牙。陈先生，这种品质的深海货，您以后捞到多少我要多少，价格随便您开，我出双倍，我们酒楼全包。各位老板客气了，以后有货绝少不了大家的。陈老弟，你今天露的这一手可是把江城的富豪圈全镇住了。我得到内部消息，东沙海域深处还有好几个未被开发的野生渔场。你既然有这神仙本事，不如搞条大船，专门搞深海极品海鲜，这可是独家垄断的暴利。搞条大船有道理，一直靠小破船确实施展不开。小伙子，买船啊！我们这儿可都是大型近海渔船，不便宜。就那艘，什么价？眼光挺毒，那是刚出厂的，带全套液压矫网机和深海探鱼雷达。租的话1个月2万，押1付3，全款买断55万。扫码吧，全款。老板大气，我马上给您办手续。另外，我再送您10桶极品饵料。出发，目标东沙海域外围。老板，底下暗流太急，这潜水区怕是连条真礁都找不着。再往前开2个小时，到深水海沟附近才有大货。这片全是不值钱的明虾和花蟹。不用跑那么远，就在这附近转转。到底是个不懂行的生瓜蛋子，这破地方能捞出什么好东西？沙群立刻散开，开启视野共享。确实没什么大货，全是便宜的杂鱼。我操，野生老鼠斑，起码几百条，而且全都是10斤以上的极品，这在浅水区简直是奇迹。船长，左满舵，全速前进800米。老李，准备下网。老板，这才几米深的水，在这下网连油片都赚不回来。听我的，准备下网。就是这里，下网。瞎胡闹！7、8米的水深能有什么货？这不是烧钱玩吗？收网，起扬机全开。怎么这么沉？矫网机都快转不动了，是不是挂底了？浅水区不可能有这么重的鱼群。挂底，挂的是金山，给我往死里拉！极品老鼠斑，全都是10斤以上的老鼠斑，浅水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？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！按2000一斤算，这一网少说价值50万。老板，您这是开了天眼啊，在浅海区捡了50万的漏。老板，第一网就干了50多万，咱们趁热打铁，赶紧下第2把。好货不能急着猫。变异帝王蟹群，这玩意儿一只就能卖10几万，这里起码有几千只。
八爪鱼，给老子盯好他们！2000米深的海沟太远，八爪鱼把那群帝王蟹往浅水区的礁石群赶。船长，左满舵，全速前进。老李，把船上的蟹笼全装满诱饵，等到了地方，全部扔下去。老板，咱们不下拖网捞鱼，改下蟹笼了。鱼算什么？接下来要进笼的才是真正的海底黄金。好嘞，您指哪儿我打哪儿。有八爪鱼在下面驱赶，这50个蟹笼，明早绝对能装满变异帝王蟹。小鲨鱼也传来信号了。野生大黄鱼群，这可是有市无价的极品。船长，转向2点钟方向，全速包抄。老李，准备下围网，快！收网！这重量，我操！老板又要爆网了！2斤多重的大黄鱼，我的亲娘嘞！这半网大黄鱼起码能卖100万，老子开了半辈子船，这是最痛快的一天，2网全爆！哈哈哈！老板，这趟出海，光是咱们几个的分红都得上万了，以后我们兄弟几个就死心塌地跟着您干了。跟着我，保证你们吃香喝辣。行了，都去船舱睡觉，养足精神，明仔起蟹笼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戏。辛苦了，伙计们。金龙海马，这玩意儿可是极其罕见的灵物。主动示好，龙女说过，我每天可以契约1只稀有海兽。这小东西这么有灵性，绝对是个极品辅助。血气成，开工！我去，龙宫翁争罗，这可是比大熊猫还稀有的深海活化石。贝类收藏界的绝对王者，这玩意儿要是拿去拍卖，绝对是天价，完美，这叫老天爷赏饭吃。舒坦，这是我出海几十年睡得最沉的一次。休息好了，那就准备干活吧。各就各位，起笼了！老李，你猜这50个笼子能抓多少？以老板这逆天的运气，抓个70、80只大花蟹绝对没问题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帝王蟹，全他妈是帝王蟹！浅海区怎么可能有帝王蟹？这不科学！一只至少1斤重，这品相，市面上一只要卖400、500块，第一笼就直接爆了。别愣着，继续起笼。又爆了，这一笼全是！发了，发大财了！50个笼子，起码几百只帝王蟹。我开了一辈子船，头一次见这种神迹。最后一笼了，看看还有多少。老板简直是龙王爷附体！这是个啥玩意儿？长得还挺怪。龙宫翁奇罗？啥？那个比大熊猫还少，传说中能卖几百万的活化石？行了，罗我单独收着，回去后每人多发5万块奖金。谢谢老板，干活喽！老板，这几百只极品帝王蟹
加上昨晚的大黄鱼，货量太大了。要不要我帮您联系几个相熟的酒楼和商贩，保证按市场最高价走，绝不让您吃亏。这种极品货，普通的商贩吃不下。我已经联系了裴氏集团和蓝海集团的负责人。老板，您还认识这种级别的大佬？喂，沈总，货准备好了，直接派冷链车来把码头整车拉走。我的乖乖，咱们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别废话了，赶紧绑！这批货有2大集团兜底，老板绝对要赚翻了。陈旺，这才一晚上，你又搞到什么好货了？全在这里，自己看。我的天，这么多极品野生大黄鱼，还有这种尺寸的变异帝王蟹！快，全部轻拿轻放，搬上冷链车，回去马上清点转账。这些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极品，我要留给萧老。陈旺，螺呢？快让我看看！完美的品相，居然是深海活化石。萧老，陈旺这宝贝要是拿去拍卖行，那些大老板估计得抢破头。您老今天怕是要大出血了。陈老弟，价钱你随便开。萧老，看着给就行。陈旺，下周江城要举办一场最高规格的全国高端水产品见会，到时候全国最顶级的餐饮巨头、珠宝大亨和收藏界泰斗全都会到场。你的这些深海极品，如果能在品鉴会上展出，绝对能瞬间打响名气，对接无数超级客户。没错，陈老弟，这是你彻底垄断高端市场的最好机会。这几天你尽量再下海跑几趟，务必搞一批能镇得住场子的顶尖海产。放心吧，我心里已经有谱了。小鲨鱼、八爪鱼、抹香鲸，给我全海域地毯式搜索。今天我只要最稀有、最值钱的极品。船长，左满舵，往东偏南15度，全速狂飙2海里。老板，咱们这次下什么网？换最大号的拖网，抓金枪鱼、抹香鲸，封死他们的退路。八爪鱼往上赶，可以下网了。收网。老板，这才刚扔下去几秒钟啊，网都没沉到底。让你收就收，快！好。我操，好沉！底下挂了什么东西？起网机都快转不动了，船尾都翘起来了。我操，背上是蓝色的！蓝鳍金枪鱼，6条蓝鳍金枪鱼，拿超网腾出最大的冰桶。极品蓝鳍金鱼一网捞了6条，一网捞了洞底行，够蓝海船摆满整个展台了。光有鱼不够，船长拿吊篓来。底下还有好东西，我亲自下去一趟。水母，给我开路！是极品黑金鲍，这东西可值钱了。龟兄弟，干得漂亮！我去，还有这么多的紫海胆，全部归我了！哈哈，7、8个黑金鲍，几十个紫海胆，这下是真发了！我操！黑金鲍、紫海等蓝鳍金枪鱼，这批货拿去品鉴会，整个展馆的大佬都得疯了！
陈旺，明天的高端海产品见会，我把蓝月阁最核心的进门1号展位免费腾给你用，看看吧，全都是身价过亿的连锁酒楼老板、进出口贸易巨头。沈总，这展位太贵重了，我不能白拿。你开个价，我按市场价付。展位布置好了没？工程部正在弄，极品冰台，左边摆金强丝参，右边摆黑金豹。把那箱黑金豹直接送去后厨，让你们的王牌厨王师傅提前开箱，就做成最纯粹的爆肝酱配苏打饼。嚯，这么大的蓝鳍金枪鱼，这牌面够了。进门第一眼绝对是视觉暴击。陈先生，极品爆肝酱已经调好，蓝鳍金枪鱼我这就为您现切。行，就切个20份试吃盘，放开胆子切。我操！这么大的野生蓝鳍金枪鱼，这他妈今天刚出水的吧？让我尝一块，我出高价！太绝了！这肉质简直入口即化。陈先生，先给我签100斤的实单，下周能不能发货？可以，排单后3天内冷链直发。陈先生，我是做跨省海产贸易的，这批黑金豹和金枪鱼，我出300万保底全包了，我只要省外的独家经销权。陈王，别答应，独家限制太大，以后你只能供货给他，等于把脖子交到别人手里。300万就想买断我的货？诸位，我的规矩，不签独家，按需下单，现货现结，爱买不买，不买滚蛋！行，就按你的规矩来，给我100斤，我也要300斤，现金在这儿，我要400斤。陈旺，今天品鉴会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你的货根本不愁卖，但一直当供应商太亏了。我提议咱们4个人合伙开一家高端深海珍品专卖店，在最大的批发市场附近租10几个铺面，前店后仓，用陪侍的冷链车队送货。我同意，蓝海集团出专业的运营团队，把老客户全部倒进新公司。我同意，最多3个月，咱们一定能彻底垄断江城海鲜高端市场。就这么定了。可是，租金和前期的损耗成本会不会太高了？钱的事不用你们操心。静兰，你负责日常管理就好，我和苍瑶来拉拢大户和资金。陈旺，你只管下海捞极品，利润咱们按比例分，你拿大头。没问题。这段时间光顾着捞海鲜赚钱还债开公司，差点忘了我这身逆天的本事是谁给的。船长，往东南方向全速前进。老板，东南方向那边再往前开几十海里，可就是外海边界了啊。没渔获也开，去那儿撞撞运气。暗流急得很，连根海草都没有，更别说渔获了。没渔获也开。好嘞，您是老板，听您的。胖毛，停船！在上面等我，我不上来，谁也不许下水。好。走吧，伙计们，我是鲸，在外围警戒。小龙女，我回来了。
形现玉石，承载腾心。凡人，你来了。龙女大人，你将海洋的水图和宝物交给了最懂他们价值的人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今日我赐你第2重秘术，从此方圆100里所有水族的动向尽在你的掌控。你不仅能感知它们，更能直接调动它们。但切记，借潮汐之势，不可逆潮汐之理。若你贪得无厌，将这片海域赶尽杀绝，这秘术必将取你性命。我记住了，绝不竭泽足鱼。我的神识即将消散，这片海域交给你了。方圆100里的渔获都能被我看到了。左前方10里有一大群马鲛鱼，右后方礁石区藏着一窝极品东星斑。东星毛，出来！我操，太逆天了！不用下网，不用受捕驱赶，就能让鱼主动上钩。我就是这片海域的神！老板，在下面发现什么大宝贝了？啥也没捞着，但比捞到一整船金子还值。开船，往东偏南20度，全速前进3海里。好嘞，老板，您刚下去溜达一圈，就摸清水底下的情况了？何止是摸清，底下的无数群软黄金正在排着队等咱们去捞。体型巨大，游速缓慢，这是顶级野生大赤嘴面鱼群。大赤嘴的鱼泡可是花椒里的极品，1斤能卖上万。这是真正的深海软黄金。小鲨鱼，从两侧包抄，八爪鱼兜底。给我上来！老李，下沉敌网，往右前方45度放。好嘞！我操！怎么这么沉？船尾都快被拽进水里了！这他妈是沉底网啊！这到底是挂上了什么东西？我操！野生大赤嘴！老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地方我跑了10几年，连个鱼鳞都没见过。运气好而已。老乡们，来买鱼啦！我操！是野生大赤美，好大的鱼挪！老板，80万，这3条鱼我全包了，现在就转账。80万你就想买3条大赤嘴，我出85万。85万？你当这是菜市场的草鱼呢？我出100万。成交。吃饭了，老王。之前那个连修屋顶的钱都拿不出来的穷小子，已经死了。现在我有一艘战船，有了一座海景别墅，还有了他。景兰，怎么了？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你又说这种混话，谁要嫁给你了？我不管，反正这辈子你是跑不掉的。